在场的所有人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魏无羡立在前方吹奏长笛，乐音如水般从他的唇边流淌出来，听着像是某曲风花雪月的调子，配上眼前的场景来看，却是诡异的骇人。已经死得不能再死的那些温家修士们从四面八方走来，缓缓聚集到他的身边，停在他10几步远的地方，整齐划一的列队排开。待到动作停下，又齐齐抬起头来，睁着一双双无神的白色瞳孔，却像是在仰望天上的神明一般，自觉地跪下身来。没有人敢说话，没有人说得出话，所有人都如同失去了言语能力一般，眼珠快挣脱出眼眶，狂热的目光死死锁在那黑衣人的身上。却也有一人例外，蓝忘机站在魏无羡不远处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吹笛的动作，眉头紧蹙，脸色愈发阴沉。远方的剑光越来越近，几乎可以看清立在剑上那些人火焰飞扬的衣角，笛声也在此时停下。魏无羡左手执笛，向空中高高举起了右手，那些凶尸便也追随着他抬起的那只手，卑微又虔诚地注视着。他微微仰头，3000星河就映在他的眸中，火光闪烁间，那漆黑的眼底如有巨浪翻滚，天地在顷刻间倾塌。只听他一字一句道：“听我号令！”无数剑气落下的同时，天边蓦然亮起一道晨光。江晚银江宗主带领世家修士于江陵一战大败温氏，乘胜夺回江陵、钱江等地，直逼天门，剑指云梦。一夜间名声大噪，受其鼓舞，世家联军士气大涨，多方战士传来捷报。只是江陵一战大胜，最出风头的那个却不是江澄，而是魏无羡。呼啸夜风中，九泉黄土下，千军万马为我所用的肆意与张扬。长笛一曲吹奏，声似天上雨，所至之处，白骨生花。一时间，那皎洁月下的黑色身影，叫人传得如同神旨。对此，魏无羡本人倒是淡定得很。江澄带领修士们收拾战场，清点兵器人马，他向来对这种事不感兴趣，就没跟去，背着手哼着曲儿，在驻地里转悠起来。路过厨房，闻到一阵菜肴的香味，忍不住停下来多看了2眼。只见一个穿着下等修士服的姑娘正站在灶前烧一锅汤，那姑娘长得与她师姐有3分相似，魏无羡心里不禁生出了点亲切感，步子一转就进了厨房。那姑娘听到动静，下意识转过头来，待看清来人是谁，手没忍住一哆嗦，差点把勺子掉进锅里，忙不迭从灶前退开，弯腰向魏无羡恭恭敬敬行了一礼，低声嗫嚅道：“魏公子。”魏无羡笑着把他扶起来：“哎，你别这样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啊。”转头看了看灶上那口锅，问道：“你是哪家的修士，在做饭呢？”姑娘不好意思地低着头道：“哪家的都不是，以前跟父亲学过一点，就想着能不能来战场上帮帮忙。”魏无羡点点头，对那姑娘的好感又上升几分，随意与她聊了一会儿，嘱咐了几句便离开了。他走过厨房后面僻静无人的杂物堆放处时，忽然听见有人在他身后道了句：“魏公子请留步。”他回过头去，却见追上来的正是方才那个姑娘。姑娘羞涩地打量了他片刻，缓缓走上前来，战战兢兢地把手里一个小包递了过去，低声道：“这是我自己做的桂花糕，魏公子若是不嫌弃。”“不嫌弃，不嫌弃。”魏无羡欣然接过来，当即打开油纸包，拈了一块放进嘴里，边嚼边赞叹道：“好吃，姑娘当真是心灵手巧。”年轻的姑娘一张脸又红了些许，双手绞着一方帕子，盯着脚边一块小石头看了许久，像是终于下定决心一般，抬起头，大着胆子豁出去道：“魏公子，其实我……”他的话音忽然止住，只见前方转角处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白衣的身影，堆起的杂物箱在他身上落下暗色投影，让人看不清楚神情。魏无羡挑挑眉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顿时了然，把嘴里半块桂花糕咽了下去，笑着招呼道：“哟，蓝湛。”那姑娘听了也赶紧行礼道：“韩光君。”蓝忘机缓缓从阴影里走出来。魏无羡道：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来了也不吱一声。”又问那姑娘：“桂花糕还有吗？也给我们韩光君一份呗。”姑娘惶恐的连连点头：“有的有的，我这就去拿。”蓝忘机淡淡道：“不必麻烦了。”不知是不是错觉，他一出现，好像连空气都冷下来几分。
那姑娘只觉一刻也再待不下去了，向二人礼过，便匆匆离开了。魏无羡笑着摇摇头，又从油纸包中拈了块糕点送进嘴里，叹道：“好吃。”这才像是终于得了空一般，向蓝忘机侧了侧身子：“所以呢，你是来干什么的？总不会是来厨房讨东西吃的吧？”蓝忘机直接无视了他的调笑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我在找你，魏婴。”哦，魏无羡总算来了点兴趣，向他走近了几步：“那你摆着这副脸，是打算来找我说什么？”蓝忘机注视着他的眼睛，道：“魏婴，别再吹那只笛子了。”魏无羡眼睛一眯，故意装傻道：“为什么？只许你们家人弹琴，不许我吹笛子？你这可就有点过分了啊！”魏婴，魏无羡毫不畏惧地顶回去：“干什么？”蓝忘机上前一步，双眉紧蹙：“邪道损身，更损心性，操控逝者失身，且不论于他人敬或不敬，你自身总难免要被邪气反噬。”够了呀！我说。魏无羡抬手打断了他，似是不耐地按了按耳朵：“我当你特意找过来要说什么呢？只是这事的话就免了吧，听你说这么多次了，耳朵都起茧子了。”他把手里的油纸包向蓝忘机扔过去，挑眉道：“真有那个闲暇，还不如坐下来尝尝人家小姑娘做的糕点呢，比你那套老掉牙的规矩可有意思的多。”啪！那油纸包砸上蓝忘机胸口，又落在了地上，淡黄色的糕点从油纸里掉出来，摔得四分五裂。魏无羡没想到蓝忘机居然会不接，有点惊讶地看着他，不想对方几步向他走来，用力抓住他的胳膊，一言不发的就往更深的地方拖去。魏无羡被他拽着走了好一阵儿，才反应过来，哼笑一声，揶揄道：“是了，你怎么会要人家小姑娘的东西？差点忘了，你是个断袖啊，韩光俊。”蓝忘机的动作倏然停下，猛地转过身来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，力度之大，疼得魏无羡倒吸了口凉气，眉间浮上一道戾气，一掌拍掉了肩头那只手，不悦地警告道：“蓝湛，我现在没心思跟你做这个。”蓝忘机死死地盯着他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魏婴，放弃鬼道。”魏无羡像是终于被他激怒了，嘴角似有似无的弧度消失不见，抬头狠狠地对上蓝忘机的视线，厉声道：“蓝忘机，你以为你是谁？”我……蓝忘机一时语塞。魏无羡向他凑近了点儿，右手抽出陈情抵在他下巴上，继续道：“让你操就算了，少跟我婆婆妈妈些有的没的，懂吗？”他满意的看着对方阴沉着脸低下头去，退开2步，将陈情重新插回腰间，转过身子就要离开。谁知还没迈开2步，他的手腕再次叫人死死抓住。魏无羡瞳孔一缩，话音里已然透出显而易见的危险气息：“蓝湛，你别进9步。”他的话没能说完，蓝忘机钳着他的手腕，用力将他向后一翻，迅雷不及掩耳的抬起另一只手掐住他的下颌，在人反应过来之前便狠狠地吻了上去。魏无羡只觉一股大力袭来，整个人被压得后退了3步，足下不稳，靠着一边的杂物箱跌坐下来。唇上的触感让他心里蓦然生出强烈的烦躁与抗拒，一股黑气冲上头顶，没被抓住的那只手旋即重新探上陈情，却不想蓝忘机早有防备，掐着他下巴的那只手瞬间移至对方腰间，魏无羡一抓正抓在他的胳膊上，被人抢先一步扯着笛碎，将陈情远远地抛了出去。漆黑笛身在地上咕噜噜地滚动一阵，当一声撞在路尽头那只木箱上，生生撕裂了他们二人间早已摇摇欲坠的平和气氛，还有魏无羡心头最后一线冷静。魏无羡几乎是从喉间挤出一个凶恶的你字，下一秒他空着的那只手就也被钳住了，一同用力按在他头顶上方。他想抬腿去踹，也被对方察觉到意图，2只膝盖如千钧一般压在他腿上，让他动弹不得。魏无羡简直没有比现在更痛恨自己这副身体，4肢都叫人制住，拼命挣扎着想要强行冲开，奈何对方压在他身上的灵力沉重如深渊漩涡，将他徒劳的努力全都尽数封入其中，唇上的温度愈发炙热。难以想象面前这个冷如冰雪的人是如何能有这样火热的身体。他死死咬紧的牙关也在不知不觉间叫对方撬开，灵活的舌侵入口腔，近乎残忍地划过每一处敏感的黏膜，粗暴地将所有空气也都一同夺走。他渐渐感到呼吸有些困难，一双愤恨不甘的眼睛再聚不起焦点，甚至违背主人意愿地渗下2滴生理的泪水来。
不住震动的四肢也渐渐软下来，被蓝忘机寻到机会抓在一手，抽出头上抹额，牢牢绑在了一起。蓝忘机放下制着他的手，拥上那有些瘦削的脊背，唇舌的动作变得温存，鼻翼微微颤动，一点一点贪婪地嗅着身下人的味道。魏无羡终于咬了下去，在他唇上咬出一道血痕，吻里就有了鲜血的腥味，被舌尖舔过敏感的伤口，疼的却不是皮肉。不知过去了多久，蓝忘机终于放开了他，在他颈间沉默不语地埋了好一阵子，双手仍是一下一下安抚般摸着他的脊背。魏无羡从漫长的缺氧中回过神来，盯着面前的杂物堆发愣片刻，目光缓缓移到那头近在咫尺的墨发上，冷冷开口道：“你想这样待到什么时候？”蓝忘机浑身极明显的一颤，像是才从梦中醒来一般，匆匆地放开了他，坐直了，才看到他的手还被紧紧绑在一起，又慌张地伸手去给他松了绑。抱歉。欢迎升级成为世家公子，听完整版小说。